群里的吃瓜群众看到这条视频，纷纷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有人疑惑，难不成外地人都知道周良运是个大冤种，要连夜跑过来参观参观？立刻有人回复，周良运虽然很严重，但是也不值当的这么远跑过来看吧。又有人道，说不定是知道周良运是个大冤种，所以拿着假货跑过来要卖给他吧。这个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可，纷纷回复道，这个靠谱，毕竟这样的冤种可不好找。对，知道金陵出了这么个冤种，卖假货的估计都心动了。陈宇飞此时才刚睁眼，抱着手机便回复了一条语音，这帮骗子估计就跟那苍蝇似的，知道这里有屎，闻着味儿就都来了。说着他又补充一句，哎呀，可惜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周良运兜里没钱了啊。据说他一共就那么几十万开店的本钱，这一下估计就砸进去个七七八八了。这帮人还连夜开车来骗，我怕他们连过来的油费和过路费都赚不回来。摊贩一边往自己的摊位走，一边回想着刚才听到的对话，随后赶紧在群里说道，诸位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刚才有个南方人口音不太标准，好像是说这次是过来收东西的，不是卖东西的。收东西？有人疑惑地问道，他周良运的店里比我的都还干净，除了昨天晚上收到的假货，他还有什么？找他能收到什么东西？另一人问，卧槽，该不会是周良运找到渠道要把这假货卖出去吧？又有人问，那不明摆着是假货吗？他都打了眼了，还有谁会收啊？那人道，别人能骗他，他就不能骗别人吗？搞不好是他又忽悠了一通，找到新的接盘侠了呢。有人问道，这周良运打了眼不是都出名了吗？谁还会收他的东西啊？那人笑道，他出名只是在金陵出名，又没在全国出名。两拨人都是连夜开车过来的，那一看就是外地人啊。外地人又不知道本地这些事情，说不定就被他给忽悠了呢。陈宇飞听到这里，赶紧私聊那个摊贩，对他说道，你快回去问问那两个人是不是来收那尊假铜佛的，如果是，你就把网络上我那条视频拿给他们看看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被周良运给忽悠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陈宇飞也害怕周良运起死回生，别看昨天被骗了30万，成为所有人的笑柄，可只要他今天能以超过30万的价格把这东西卖出去，那就证明人家收这东西没有打眼，是有把握能赚钱的。在古玩这一行里，没钱会被人瞧不起，打眼会被人瞧不起，没有好东西，整天捣鼓一堆破烂也会被人瞧不起，但只要赚到钱，干什么都有人高看一眼。别的不说，就拿造价的大师傅来说，只要他造的假货能卖出高价，哪怕他干的都是擦边且不道德的行当，所有人也都要高看他一眼，称他一声老师。别看大家昨晚都嘲讽周良运打了眼是冤种，但只要他今天赚到了钱，那在古玩街就是好样的。万一他30万买的，35万卖了，这一晚上就赚了5万，谁还管他打眼不打眼？所以陈宇飞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，说什么也要把周良运的买卖搅黄。摊贩见陈宇飞有求于自己，也想抓住这个机会跟他套套近乎，于是便赶紧回复道，陈经理您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说完便立刻折返回去，来到那几人身边，跟刚才那个燕京来的藏友说道，哥们儿，您该不会是来买周老板那个铜佛的吧？那燕京藏友带着几分警惕地问道，你知道那尊铜佛？知道啊，那摊贩笑着说道，他那尊铜佛我可是太知道了，在我们金陵这1亩3分地都已经出了名儿了。说着他连忙用手机打开短视频平台，将昨天被陈宇飞投了5000块钱的视频点开，说道，您看看这条视频吧。那藏友有些好奇，接过手机便看了起来，认真观看了起来。旁边那位南方的藏友也赶紧凑了上来，跟着目不转睛地看着。视频播放，红舞的小弟带着东西进来，陈宇飞拿过东西看了看，便开始了自以为非常专业的详细点评。
燕京藏友惊讶地说道。哎呀，还真是这铜佛。南方藏友不由咂嘴，我丢，这个经理系什么来头？摊贩赶紧说道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陈经理是我们金陵最大古董行吉庆堂的总经理，非常厉害，非常了得的一位专业人士。专业？南方藏友因为没抢到1号，心里本就有些不爽，此刻也毫不掩饰脸上的鄙夷，讥讽道，他妈的，这个刁毛说的没一句细对的，还他妈的当总经理，让他使使去了。北方藏友相对内敛，转而看向身边的专家，问道，刘老师，这视频您怎么看？那刘老师摇了摇头，感慨道，视频里的这个经理确实什么都不懂，这种器型虽然跟明代的很像，但又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明代的器型本身也是仿古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历朝历代的铜器都不是开宗立派的新风格，必定都会有一些更早期物件的影子。就说现在打开淘宝，随便选一尊铜佛，只要是严肃作品，就肯定有仿古的成分。况且他根本就没看出这皮壳受损的真实情况，整体算是比较业余吧。说着，他不禁感慨道，金陵的古玩行业虽然在国内只能算作2线，但好歹也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城市，按理说应该是有一些高手的。没想到这么水的人竟然能成为金陵最大古董行的总经理，这属实让我有些惊讶。摊贩听得莫名其妙，连忙追问，列位，您几位的意思？难道这东西是真的？几人在这个问题上同时保持了低调。那位专家微笑道，这个我持保留意见，还是要看到东西之后才能下结论。摊贩赶紧又看向言之口快的南方藏友，开口道，您方才说这陈经理说的都不对，那您觉得这东西是真的吗？即便心里有气的南方藏友，此刻也非常含糊地说道，东西系不系真的，在没有看到实物机前，我系不能乱说的，我只系单纯看不惯那个刁毛不懂装懂的样子。摊贩心里更是疑惑，赶紧走到一边，给陈宇飞回了条语音消息，陈经理，我刚才跟他们聊了一下，他们好像确实是奔着那个铜佛来的。陈宇飞忙问，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的东西是假的？让他们看视频了没有？摊贩道，视频已经让他们看了，但是他们好像对您在视频里说的那些都不太认可。陈宇飞赶紧追问，不太认可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的原话是什么？那摊贩自然不敢把他们的原话告诉陈宇飞，于是便含糊其辞地说道，是，好像有点冥顽不灵的样子，不管我怎么跟他们解释，他们都觉得没见到东西之前不能随便下定论。陈宇飞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着手机自言自语道，这他妈的不是扯淡吗？大傻子上了当还能找二傻子接盘，这要真让他卖出去，那岂不是白忙活一场，还他妈让他赚了一笔。想到这里，他赶紧给张二毛打去电话。此时的张二毛还没起床，他自从跟了洪武，生活作息就不再是那个早睡早起的摊贩了，而是一个晚睡晚起的社会人了。晚上不但要抽时间到洪武的各大夜场巡视，还要跟小弟开会研究场子的运营方案，所以一般都是凌晨2、3点才睡觉，日上三竿快中午才起床，一大早被电话吵醒，而且还是他瞧不上的陈宇飞。张二毛不禁有些不爽，开口便道，什么事不能晚点再打电话？不知道我现在正在休息吗？陈宇飞赶紧赔礼道歉，对不起二毛哥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扰您休息的，这古玩街这边出了一点新状况，我想跟您同步一下。张二毛疑惑地问道，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陈宇飞道，一大早有几个人从外地开了一夜车过来找周良运，好像是要收他的东西，而且就是您卖给他的那尊铜佛。周良运还他妈在门口留了纸条让他们取号，这他妈也太离谱了，我就赶紧给您同步一下消息。你说什么？张二毛困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脱口道，有人要收周良运打了眼的铜佛。陈宇飞道，还不止一个人，现在是2波，而且听那意思都是开了一夜的车来的。张二毛也傻了眼，疑惑道，
这帮人有什么大病？陈宇飞道：我也不知道啊，二毛哥。说着，他小心地问：二毛哥，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您卖他的那个铜佛，他不是假货？张二毛反问：程老师的大名你听说过吗？陈宇飞惊呼：造假王程老师？对，就是他。张二毛问：从他手里出来的东西，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吗？陈宇飞忙道：那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说着，他也松了口气，笑道：二毛哥，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估计这帮人也是还没见到东西，心里尚且抱有幻想，等见到东西，估计骂骂咧咧的就走了。张二毛笑道：跑这么远的路，看了个假东西，脾气不好的，说不定会揍他一顿。你关注一下后续，有什么乐子记得在微信上留言告诉我，我还要再睡一会儿。陈宇飞忙道：好嘞，二毛哥。对了，二毛哥，给您发微信不会打扰您休息吧？没事。张二毛随口道：我已经把你设勿扰了。说罢，张二毛打了个哈欠，说道：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再睡个回笼觉。